朋友们，很多修行的人呢，都有一个坏毛病，就是喜欢天天空这个空那个，最后把自己的那点慧根都挖空了。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缘起性空这4个字。那什么是空性智慧呢？我们又该如何去修这个空呢？在讲空性智慧前呢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宁愿让你执着于有，也不能让你执着于空。这是最开始学这个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。因为执着于有，你会敬畏因果；而执着于空，你就什么都不在乎。所以这就有可能会把你送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境界里去。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，在缘起法则没有学好之前，空性智慧一定要谨慎学习。这个空性智慧必须要在缘起因果的文思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，你才能够接触空性法则。你绝对不能因为学了空性智慧，然后不重视因果了，也不能因为空性智慧忽视了前面所谓这些布施、内观、冥想、忍辱等等其他法门。你一定要记住一点，并不是说你成就了、开启了心性光明了，就没有因果了。就算你觉悟之后依旧有因果，只是我们不再害怕因果，我们的内心能够如如不动。只有当你见地足够高之后，你才可以去学习空性智慧。否则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最好一开始不要深入接触这个内容，先学缘起因果法。你看缘起性空4个字，先学缘起再学性空，它有个次第在这里。所以大家这个学习文思最好是找个老师给你指导，不停地给你纠正这种错误的认知，不然很容易走错路，很容易断了自己的慧命。当然般若的种类呢有2种分法。第一种方法呢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。文字般若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些文字、看到的经书讲出来的内容，它们就是通过文字语言表达出来的一部分。观照般若就是你在具体实修的时候，你体会到了那一个空性智慧，就是文字般若上、语言上表达出来，和你自己亲自去体验的时候还不一样。所以你体验到的那个叫观照般若。那实相般若是什么呢？实相般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缘起性空为什么是空性的呢？它本来的空是什么样子呢？这叫实相般若。但是你在实修中体会到的那个可能不一定是它本来的样子，你可能只找到了一点感觉，它并没有全部裸现出来，而全部裸现才叫实相般若。那么你中间体会到的部分空性呢，叫观照般若，而你听到的或语言上说出来的叫文字般若。这是第一种分法。第二种分法分为4个般若，第一个也叫文字般若，第二个叫道般若，第3个是果般若，第4个是自性般若。这都是什么呢？文字般若跟前面的是一样的，道般若和果般若这2个其实是差不多的。道般若就属于观照般若，果般若是什么呢？果般若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子光明，就是你通过修行已经让自己的心性光明开显出来了，你已经能够开显出止与观里面的那一个观字，那个观的智慧已经出来了。而自性般若就是指母光明，就是你原来那个样子。这个果般若就是子光明，就是用你修行正道的那一个智慧去观你原来本来就具备的智慧。你的自性不是本来就具备了空性智慧吗？是你通过修行正道的那个智慧去寻找你本来的智慧，这叫母子光明慧。这个果般若是要一步一步正道的，也不是上来就有的，所以需要修。好，这就是关于般若，大体是这个样子。因为现在我们还不是学习这个的时候，
但是这些注意事项我们必须知道。我们应该先从缘起法学，当对缘起的认知已经有了一定的见地了，我们才能够去学空性智慧。反正你先知道有这么个事，对你认识真正的智慧是有好处的。好，那平时我们怎么去修这种空性智慧呢？在这里呢，和大家分享3个方法，大家慢慢在生活中去体验，至少你能够知道什么叫空性。空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。我通过3个例子让大家理解一下空性是什么意思。第一个，你能不能不带任何概念地看任何事物？能不能做到不用概念？比如说你前面有个白色的杯子，你没有白色的概念，它就是个显现。只要你不带这种概念，让它就这么显现，达到这个状态就是空性。当然这个状态很难，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一旦有了概念，是不是就有烦恼了？比如说我太太不如你太太漂亮，当你有了漂亮这个概念，当你太太不如人家太太漂亮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有了嫉妒心了？这是不是就有了烦恼了？只要你有概念，你就有烦恼。而我们从婴儿的角度看，就像小孩一样，你看他没有概念，小孩一开始看东西，他就是没有什么好和坏，最自然地看着，这就是一个显现，因为他没有任何概念，他也不知道什么苹果、香蕉，这些东西是后来我们才学的。有人告诉我们，这是苹果，这是青苹果，这是红苹果。青苹果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？红苹果代表的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些东西是后天有人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一旦有了概念就不一样了。就像我们之前举过的那个例子一样，如果说这个杯子它就是个杯子，我用杯子来喝水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对吗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个杯子是唐朝的杯子，你马上就会觉得我太狂了，居然用唐朝的杯子当日常喝水的杯子，这也太不把文物当回事了。你会觉得我就像个显眼包，你大脑马上就开始有概念了，就对我有评判了。所以只要你有概念，其实你就不空，你就会有烦恼，就会吵架，就会有辩论。所以庄子里面有篇文章叫《齐物论》。齐是什么呢？齐的是物论，就是你对事物的评论。而当你把评论去了，其实就是去概念。所以庄子的齐物论就是讲的去概念。当你去了一切概念，自然得到解脱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空性。第二个空性，就是你能不能做到无论看什么都能整体看。当然整体跟整体又不一样。比如说桌子上有一个杯子、一台电脑以及一把壶，这是桌子上的整体。如果我只是看这个杯子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失去了这把壶，失去了电脑？因为我只看杯子。当我只看杯子的时候，我的世界里只有这个杯子，我周围的都失去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当下这一刻我的世界里只有这个杯子。我们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天天就这么看东西。比如一条狗走过来了，我当下这个世界里只有这一只狗，就看狗去了。然后一位女士走过来，我的眼睛又盯着这位女士去了。突然有一个人说一句话，这是个美女，结果你又去执着这句话了，你的世界只有这句话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住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，你立马失去整体，只拥有局部。那么只要你拥有局部，你就没有整体概念。只要你没有整体概念，你就有对立。这个宇宙本来就是个整体，而你整体到什么程度，就代表了你的空性空到什么程度。比如说我整体在这个桌子上，这个桌子对我来说是个空性，因为我没有对立了，
在桌子上没有对立。如果你把你和桌子当作一个整体，那么你和你的桌子是不是不对立了？是一个整体，对吗？如果你把你和地球作为一个整体，你就跟地球不对立，就是你把你和什么融为一体，你就和什么不对立。你和宇宙融为一体，你就和宇宙不对立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整体看事物，我们永远要说我们，你跟谁说都是说我们，只要说我们，你跟他就是一体，只要你跟他是一体，你就跟他不对立。而现实中我们都是说你或者我，比如你拿了我的东西，你抢了我的客户，这就对立了。如果你说这是我们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这是我们的事业，是不是就不对立了？你看那些情商高的人都喜欢用我们，他们从语言上就把你和他绑在一起了，所以更容易获取你的信任。你看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把家乡人看成一个整体，有一种叫做全景效应的效果，就是说有许多宇航员表示进入太空后，原本看似非常重要的国别之间和民族归属感将逐渐消失，嘈杂的争端突然安静下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认同感和与整个人类密切相关的感觉。因为面对宇宙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太小了，我们是一体的，所以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你空到什么程度，取决于你把什么当整体。你的整体越大，你就会把你放在哪个境界里面，你就不会执着了，格局自然就大了。如果你把你放在跟佛一样的境界里，那佛是以宇宙法界为身体，宇宙法界所有东西都是我们，都是我。如果你能听懂这个环节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格局一下就变大了？好，这是关于这个空性的第二个层面。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层面，你是否可以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梦幻泡影？什么叫梦幻泡影呢？比如说闪电，一闪一灭就没了，中间只有一个显现的过程。你看，在空中没有闪电之前是蔚蓝的天空，啥也没有。一道闪电出现，一闪一灭，又恢复到了虚空。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吗？大家想一想，什么东西不是这么一闪而过？只不过是持续时间长短的问题。人的生命一闪，40年、80年过去了，一个楼房一闪，100年之后拆了，只不过是闪的时间长短的问题。你做个黄粱美梦，梦见自己做了大官，做了宰相，还被人家冤枉，又坐了大牢，醒了以后不就是一闪吗？这只是一个念。梦中的大官在哪里？房子在哪里？不就是一个念的投射吗？一切都是虚幻不真实的，就是一闪。当你看什么都是那种感觉，你就有空性的感觉了。有人骂你，骂完了声音哪去了？闪没了。所以我们执着的东西，你所有执着的东西，都是已经闪过了，没有了的，如同一个影像，一闪就没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关于空性的3个层次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